时间过很快哈，越共消灭南越已经50周年了哦。然后呢，中共的藏仪队第一次到越南参加他们的阅兵，啊，越南要办这个阅兵啊。那胡志明市啊，盛大纪念啊，他只有请3个国家，就是中国、柬埔寨跟辽国，说他们呢在越战的时候，等于有帮这个越共出力啊，帮他一起打。那南越当然跟美国搞一起了啊，那北越就跟中国、辽国、柬埔寨搞在一起啊。那另外呢，解放军到俄国的胜利日，胜利日干嘛呢？80周年是抵抗纳粹啊，打赢纳粹啊。所以呢，这个因为当时都已经打到圣彼得堡，打到哇，这个德国不得了哦，因为天寒地冻哦，所以才没搞成啊。那这个否则的话呢，俄罗斯可能也被纳粹这个占领了哈。所以呢，习近平说也要出席哈，那解放军也要这个跟他们这个一起啊来游行啊或等等哈。那另外呢，《经济学人》说呢，川普到时候可能会把台湾放生。哦，说因为川普可能惧怕核战，所以可能会对北京让步啊。那主要原因第一个呢是美国的威慑力已经下来了，第二个呢中国的策略也在转变了，第三个呢台湾的内部啊也有问题啊，所以这3个啊，所以呢苏起昨天演讲也说，他一直讲了说美国不可能救台湾，你要自救，你不能最好是不要有战争嘛，不要引起战争。那如果有战争，你要自救。不能靠美国来救哈，那他主要3个，说台湾现在力不如人了哦。当时呢，军力呢，马英九时代呢，还能平，在陈水扁时代，台湾军力可能比美国还高一点哦。那现在人家越来越进步嘛哈。那另外是礼不如人哦，然后呢，第3呢是事也不如人，所以你3个都不如人，你自己最好小心一点啊。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老共。4月29号，俄罗斯红场周边街道交通管制，大批军武集结。这是为了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大阅兵进行的第一次彩排。军事合作紧密的中国大陆派出仪仗队参与演出，积极加强与盟友的军事合作。大陆官方还在北京第一次举办香山论坛先导会，邀约超过3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200多名军事官员、专家和学者谈国际合作，也不忘秀肌肉。大陆军事杂志《现代兵器》最新一期介绍一款被誉为“金属风暴”的新型弹幕武器系统，号称总射速高达每分钟40万发，可以拦截飞弹和无人机蜂群，将大大提升中共海军舰艇的防空反击能力。而近日和大陆多次在南海发生冲突的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则是在马尼拉安排武术表演，热情迎接来访的日本首相石破茂。石破茂表示，日菲将开始讨论2项防御协定，也计划在为菲律宾建造5艘巡逻舰。美联社解读，这动作显然是针对中国大陆。另一方面，菲律宾与纽西兰2国防长也在小马可仕的见证下签署部队互访地位协定。往后，双方的军事部队可以进入对方的领土，参加联合军事演习和其他军事活动。杨乃金，这个我们看这个越共，这个消灭南越50周年哈，然后共军的仪仗队呢首次去哈，他这个是摆的这个阵势是摆给谁看？当然摆给美国嘛哈。这个是在之前的时候，他们两边交流的时候呢，这个大陆国防部长董军到越南去交流的时候，由越方的这个国防部长潘文江他亲自提出邀请，而且我们知道之前的时候呢，习近平呢才刚刚到越南去访问啊，刚才这伟山呢就提到说哦，他们也想要去拉拢，当然是要去拉拢这个越南，特别是在美国的大关税的这样子全球作战的情形之下，可是也正是因为呢，习近平呢给了越共总书记苏林的底气啊，苏林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投降的000啊，这个美国进口到这越南的关税呢，我们通通降为0。习近平去了之后，他们签了45项合作案。后来他们的越南的总理就改口了哈，然后在这样子的这么特别的纪念的这个时候，50周年的时候，消灭这个越共消灭南越啊，50周年的时候要去，这个是他们共产党的弟兄啊，柬埔寨这些共同打赢了美帝，这个是很具有针对性，而且那个时候呢，这个毛泽东
这个中国大陆呢，穷的这是一穷二白，即便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他还是出兵了，也是打的美国呢头昏脑胀的哈，所以这是一个很标志性的这个符号。那至于参加这个俄国的这个卫国纪念日80周年的话，习近平本来就是已经决定要去了啊，但是呢，他在去，原本大家以为啊，他今年的这个出访行程呢，会就是先到这个俄罗斯，结果没有想到呢，他先去的是东南亚哈，所以就是也是因应他们的周边工作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战略，应对美国的这样子大打这个关税战哈，然后要在周边的这些国家里面呢，来采取一种好像要去抗中的一个态势，但是这就是川普呢犯下的最大的错误，因为他这一次呢这个关税大战的时候呢，他把军事的事情呢联合在一起谈。当他跟这个日本提出来说，哦，这个军费的这个分摊呢，也要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日本就首先就反对了啊。日本反对的情形之下呢，他们也担心美国在印太的这边，现在美国特别是川普，他采取的是一种拒止战略，他并不是像拜登时候在东北亚的部分呢是核威慑的延伸，然后呢对于日本、韩国是核威慑的延伸，然后在北约的时候他是要强化盟国的关系，可他都一一退出啦。他北约的这边啊，你加强军备，保卫这个乌克兰是你们的责任。在这个日本、韩国，他所摆出来的态势也是如此啊，在菲律宾更是如此。在拜登的时候呢，他在背后呢一直不断的这个挑唆这个菲律宾去跟中国闹。这个现在川普没有这样做啊，而且呢。中国呢，他做的做法呢，恰是这个赵先生之前提到的，就是要远不攻近交，对不对啊？他的确哦，大陆的学者方面呢，已经透露出这个讯息了。他们在黄岩岛的部分呢，他们已经没有要再去那个填海造岛了，哈，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示好。然后呢，他们呢也希望呢，南海的这边的问题呢，就是要透过南海行为准则来处理哈。所以这种种的这个迹象来看的话，你就参加这个习近平去俄罗斯这个部分呢，他也就是很微妙的哈，就是也是化解和澄清。川普上来之后，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基辛格就说你要联中制俄，那就是中国没有这样子啊，就俄罗斯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关系的之紧密，不是你美国在那边挑唆就可以做得到的哈。最重要的呢，就是《经济学人》呢提到的这个核子战争的问题，就说我们看拜登的时候，他当时呢不愿意出兵乌克兰，就是因为担心呢引起核子大战。好，一旦美国出兵乌克兰的话呢，那俄罗斯他随时可以用战术核武来结束这场战争。那现在呢，拜登现在的川普也是啊，他今天呢要乌克兰呢几乎就是要割地赔款了，他就是怕核子战争嘛。谈到乌克兰，所以台湾有这样子的本钱吗？玩弄2个核子大国的命运吗？昨天美国跟乌克兰签了约了哈，一个矿产协议啊等等啊。那美国呢？乌克兰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川普人说，我过去几年给了你3500亿美金，都要还回来啊。美国说好，这算了。但是以后他对乌克兰的军援都要再放在那个基金里面，就是我给你的钱不是我白给你的，都算我们的共同基金，各50%啊。但是我并没有出钱，我就军力帮助你啊。然后呢，未来10年去投资，10年以后我开始跟你分利润啊。我在想，他将来跟日本、韩国会不会这样谈啊？韩国放了3万美军呢，日本放了5万美军，那个美国军人在海外花多少钱呢？日本到时候呢，我给你的5万美金的钱呢，都我们成立一个基金哈，然后我买你股票，你股票将来赚钱都是我的，有没有这种可能啊？我觉得他现在把军援放在一起谈就很讨厌哈，好吧？这个莫迪呢跟印度军人说放手去做，所以巴基斯坦说这24小时里面就可能会开战。印巴本来就很紧张，宗教也不一样，一个回教，一个犹太教哈，一个那个印度教哈。那巴基斯坦说呢，真的不行，我就祭出核武，因为巴基斯坦的传统部队力量没有印度强，印度人比较多嘛。但是呢，他们都有核弹，都有这个100多颗差不多的都差不多，两边都差不多170多颗核弹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发生核战，
在2019年的警告呢说会有1.25亿人死的，因为两边人都很多啊，尤其印度人非常多，有14亿人哈。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的海鲲舰说呢有进水，主机也故障了。海军说我不评论，我不讲到底有还是没有哦，你们自己随便讲，你们爱怎么猜，爱怎么讲怎么讲，就猜好了。那另外呢说呢测试进度呢还不到1/10，原来4月要开始海测，9月要完成海测，就现在呢海测都还没开始，就要5月了哦。那而且说进度只有1/10，真的假的也不知道哦。那所以呢网络就说那你还是要做8艘，1艘都搞半天了，怎么还要搞8艘哈？到底怎么回事哈？那这个基本上了哈，就是说，那海军现在的讲法是说，国防部的讲法说，我们有没有定时间表？时间表只是预定，不表示一定。时间表到了，对不对？你都还没有按照你的进度，那中间可能就是有问题。到底问题在哪里哈？我们看一下。国建国造的潜舰海鲲号原定4月进行海试，如今已确定延期。日前更被揭露这情形：4月份出不来，5月份出不来，出了大问题了。里面现在海鲲号里面进水，弄得主机故障，根本就动不了。海军则表示，海鲲舰正在执行主要系统的联合测试和调校，相关报道不予评论。我们也尊重国防部，尊重海军，也尊重台船，希望他们可以造出一个安全的潜舰。尤其在这个过程当中，时间真的不是问题，我们要的是安全。国造潜舰一波3折，民代和民众也期许进度能更透明。民代怎么看这个？对，之前我记得就已经有讲是说他可能要下水的时间是比较之前，那就是一而再再而三。那现在讲到是说今年4月嘛，不过今年4月每一次我们外交国防委员会要求这个相关单位来报告的时候，那报告也是就是讲是说啊，这都持续的在做。可是现在如果说以过去我们熟悉的民进党政府或是国防部啦，只要讲的是跟他相关是真的不对的话，我觉得他马上就出来要说要提告或是要什么。可是这一次很反常嘛，讲说我不评论，那就代表说是不是现在我们进行的状况确实没有想象中预期的好？其实我们还是希望是顺利进行的。但如果说你现在测试不到1/10，说4000多项的一个界面要紧接的时候只有400多项的话，那这样子我们真会担忧啊！这只是第一艘，后面还有7艘、8艘，那怎么办？那再者，其实赵轩今天《经济学人》也有这个封面啊，这个封面它就是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旗，上面2个这个加压机啊压着，然后呢，它旁边写说 The Taiwan Test。台湾的试验或台湾的考验，旁边的小字写说 is closer than you think， 它比你想象中来得近。它讲的就是美中2大强权的一个对抗，台湾突然变成是一个关键的角色。那我只简单讲，因为把整篇的文章看完之后，他讲3个重点了。他说台湾的地缘政治风险提高增加了，为什么？因为第一，川普让美国现在在全世界的威吓性变少了。第二，中国用灰色地带的战术来去做一个延伸，以及第三，台湾政治内部有对立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有没有可能会是变成是台海危机的一个高峰点，而造成说因为美国的矛盾的问题以及全世界的一个关税的问题，而变成台湾突然间又变成是很重要的一个战争可能的热点？这是《经济学人》的报道。好，回到潜舰，我觉得潜舰很重要哈。潜舰如果真的像他们讲的说进度只有1/10哈，我觉得第一个是真的还是假的，第二个谁泄露？这是国安机密怎么导致在外面泄露出去呢？怎么老是外面有人在讲了？哦，今天潜舰进度到什么地方，明天进到什么地方？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还把他们布盖起来，都不让人家看，表示是非常机密的。潜舰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水下的武器啊，因为神出鬼没，神不知鬼不觉，不知道到哪里去啊，所以呢，当然是很重要。我们也希望它能做成了哈。但是你一下编8艘，当时立法院就有意见说，你等到海测以后再动支那个第一艘的这个20亿哈，然后这个动了10亿，就被骂的臭头。那你现在看起来，对，连这个原来在港口干式就说他已经海测了。可几个月以后才海测，在港测还不是海测，在港里测，港里测那个一半潜舰还在上面，一半在下面，是那个水压是很小的。你真的到海里面去，真的潜到下面去不得了啊！水中的压力等于它深度乘以密度啊，那我们都读过这个，对不对？那你越深，现在10公尺，将来100公尺，你的压力就多10倍，还漏水，怎么到底有还是没有？
我觉得这点这个东西不能够这样随随便便就把它混过去。休息再回来。好，昨天五一劳动节了哈，那台电有100多个员工到经济部去陈情就说呢，你错误的能源政策，像台电一直赔钱已经赔了这个政府补贴了3000亿还不够，今年还说要再补1000亿然后呢，台核四厂明明造价3000亿已经作废了，照理讲应该打消，也不敢打，还挂在账上，因为怕一打消台电就破产了超过资本额了所以呢，员工的意思是说呢，你这一直赔，这个能源政策的错误，然后呢，员工也要承担所以呢，就是说，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应该检讨你的能源政策是有问题的。经济部长呢被问的时候就说你看不下去对不对？他们就离开谁让你在台电里面要滚就滚了，要走就走不要批评我们你是学者专家吗？而且我们台电有那么多员工你们100个怎样？就有什么了不起等等，类似这样台电员工就说我们也是考试进去的我没做错对不对？我表达我的意见不行吗？我就想到台电以前在推广核电的时候哇，天天讲核电100种好处，然后现在呢不要核电又讲核电100种坏处，反正都你讲的所以你这怎么会有公信力嘛好，那么所以呢，他说台电为了应对缺电，频繁偷重启除役的机组不敢公开承认电力不足而且把电价动涨作为选举的工具那另外呢，就是他特别呢，他说第一个这个官网绿灯频繁启用但是呢是因为用了火力机组，所以才有绿灯。第二呢，国际油价已经回稳了，但是台电1、2月还亏损174亿，其中100亿是因为风电造成的你老是讲说国际的什么油价上涨什么，它没有国际能源已经回稳了用人民的税金然后呢掩盖政策的错误，然后呢备转灯号作假是对的，我觉得这蛮严重的。备转灯号作假怎么作假？员工一定知道嘛。然后另外呢，离岸风电国产呢，这个20年花了9000亿而且很多国外这些厂商也都跑了有的是把股权给卖了，反正就很多都走了所以呢，这个国民党说呢，郭志辉是惯老板不是台电员工下台，是郭志辉应该下台。那他们去问行政院长，行政院长说呢，哎呀，部长应该给劳工多一些关怀，会找郭部长好好谈一谈但是呢，郭志辉说，看不下去离开。今天又发3点声明。第一个呢，我们要发展再生能源是趋势，不是要用核电，原因也没什么办法。第二个呢，昨天的陈抗的内容很多不确定的地方不实的地方。第三呢，我们的这个董事会决定我们的方向也不是呢这个你员工就可以呢来骂我们的那来这个议员曾宇。我说真的大家可以想到一句话：将帅无能，累死三军。这就是现在赖政府的实际写照。你可以看到郭志辉部长他不胜任，别说是惯老板了该下台就该下台吧，没有一场讲话可以讲得正确的。作为一个部长，你怎么可以去看到现在在5月1号劳动节的这些台电的员工？那不就还好，这些员工还有良心。你可以看看10年下来了。赖清德衔接了蔡英文政府的错误能源政策，但是到现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看看郭志辉的态度，不就是在的体现赖清德现在对于百姓的态度吗？他们宁可花大钱去弄大罢免，也不去正视现在目前我们能源直接实质跳票的大问题。那我必须说，上行下效，有样学样。你可以看看郭志辉他这个态度，不就跟当年赖清德他在台南300多天不进议会一模一样的态度吗？而且也直接说了，实质在第一线操作，实质看不下去，用人民纳税钱一直不断补贴台电亏损的这些员工们，看不下去的状态之下，郭志辉他居然说什么看不下去你可以离开？那请问一下，那跟当初蔡英文说的，你要休假去跟你老板讲啊，赖清德跟所有的医护人员说，我们就当做功德，这不就是一模一样吗？上行下效，真的是可悲至极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提一下如果今天郭志辉不断的用青鸟的风格来去面对民意代表的审问，那真的是台湾的悲哀。我们看一下郭志辉怎么说。想请教怎么看昨天的发言被在野批评失言？部长觉得自己失言了吗？
听到问题头也不回，经济部长郭志辉直接走进会场。前一天呛台电员工遭狂轰，冠老板。那您是专家吗？不好意思，他看不下去，您是专家吗？抗议经济部的员工杨家法也回呛大老板郭志辉：我是考试进台电的，部长没有资格叫我离开。部长你是官派的，你做不好你才应该离开。我觉得部长可以多一些关怀，所以部长说这个话，你觉得他应不应该道歉？他应该赶快去跟所有的国营事业的伙伴们、劳工伙伴们表示经济部更多的关怀。这是认为郭志辉有失言吗？但看看经济部的强硬声明，强调台湾供电稳定，在野立委不该引用错误资讯抹煞台电同仁，也提到个别员工意见表达不能用不实说法误导视听。郭志辉的争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520倒数 ING 或许也为自己去留埋下伏笔。你还记得当初周荣泰组阁的时候？我对郭志辉一个民间企业事业有成的人愿意入阁，我是加以肯定的。现在半年下来，我觉得我乐观的太早，因为当初其实有2个民间业界的人士可以做比较，一个是童子贤，一个是郭志辉。显然郭志辉的眼光比较短浅，他认为我来，我从业这个企业，我这个叫成功，我对吧没代志。但是他应该其实要跟吴峰山一样，吴峰山要进去海基会之前他有跟这个赖总统讲过，他说我有很多意见你跟我不一样的，我进来我是要说我不是每天打瞌睡的。他告诉我赖总统点头 OK， 但是海基会不重要嘛，海基会你要讲什么都无所谓，没有人在意。但是郭志辉显然他说你受不了你可以走啊，这个是露出他民间惯老板的嘴脸老板就是说你别介意，我不给你 fire 掉的好嘞啊，去叫你干一下给他乱，对不对？所以你不高兴，你可以先走 ，please， you walk away please。他说我大可以把你 fire 掉的。所以郭志辉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其实我现在要请郭部长，你晚上没事的时候扪心自问如果你已经觉得食之无味不如归去，其实你可以走路了，因为什么？你很多的想法，你很多的讲法，都不是你真心的话嘛，对不对？这个是政治正确指导一切对不对？那童子贤就厉害了，童子贤到现在为止，赖清德给他的官位比经济部长高他给他当行政院长他就不肯然后呢，他自从这个新阁上来以后，童子贤一向对能源政策都讲一些，就是说你不能排除核能，还有对这一次的这个关税危机，童子贤的立场就是说，我们政府要像杨柳一样，要随风，能够这样，能够这样。这个其实以前有一个人也是讲这种话，彭总裁，你知道这个杨柳随风摇摆，这种话有的时候觉得还不错，有的时候是投机取巧了。我以前就觉得彭总裁非常，彭总裁，你回去看你过去的主张，现在就是让川普受不了的地方。但是童子贤毕竟他晓得很多事情，我如果接了这个位置，我干不了的所以我私下跟他打过电话我说你一定要让政府有面子，然后有台阶可下。我觉得他想了以后，这2样事情是不能两全的，所以这个真的是为官是不容易。赖总统当年没有进议会，是因为李全教当时是贿选的状态，所以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需要对黑金来屈服，这是为什么他没有进议会的原因。那回到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冲突，当然我也是认为这个经济部长作为一个这个政务官是不应该跟这个小员工有这种言语上的冲突。不过我相信他对于整个经济部的内部的整体的这个政策的执行，他还是一个非常有掌握的一个部长。那也就是说，现在在台湾的整体能源政策里面，核能当然绝对不是第一名了。那核能在未来它
它也不会是取代能源的唯一的选项，还有更多的再生能源需要等待我们去发展。以目前现在我们积极在推动风电、绿电、太阳能等等的状况之下，我们目前预计在2026年的年底，我们再生能源的比例可以达到20%，在2030年的时候可以达到30%。那这个是一个世界的趋势，在这个万国博览会里面，我们看到全世界在展览里面都提到能源，而最重要的就是绿色能源。我想这个是台湾必须推动，也要持续加强、增加投资的一个项目。休息一下再回来。你想我。